上个礼拜六啊，就是我朋友就传讯息给我啊，他就问我说，我礼拜六要干嘛，周末要干嘛？我就跟他说我要去看腿，然后他接下来就一个表情是哭的表情，说你的腿还好吗？我只是想要回我先生的腿。欢迎骆师傅，大家好。听说骆师傅还挺喜欢这部电影的。其实你在整部片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我觉得剧情它当然就是有某种程度上的荒谬或有趣，但是，我觉得更让我觉得 enjoy 在里面的，就是他的每个人他的情绪的落差，或者对于事情的反应。对，就是可能一下子对你很客气，然后下一秒马上变脸了，或者是说呢，你会发现说。他接下来要怎么做？然后你会觉得，虽然你猜到了，可是你还是很 enjoy 看看他的那个情绪变化会怎么样。我们看到桂纶镁跟杨佑宁星座上来讲，很复杂哎，我就觉得他在针对我。你说又是天蝎座吗？没，哪来这么多天蝎座？你认为《腿》这个电影它是一个什么样星座的电影？符号来说的话，其实我当然除了刚才姐夫讲到的天蝎以外，其实我也看到截肢这个，我们上次在收视人有讲到提到的，可能宝瓶座，加上它的剧情本身安排也是很有带一点荒谬的感觉成分在里面，所以我会感觉到宝瓶座。那当然的话，你也会感受到爱情的浪漫嘛，爱情的浪漫，同时它也是跟舞蹈艺术有关，所以你会觉得有一点双鱼的氛围，对不对？对对，然后它会很注重一些很美丽的词句，对。其实我也会跟双子会有一点连接，所以在这个电影里面，其实你刚说了双鱼、双子、天蝎以及宝瓶座，对，哪一个星座更多一点？我直觉认为是双鱼座啦，因为它就是一个其实是荒谬的爱情电影。对，其实我也觉得双鱼的成分有多一些，对，但是它宝瓶跟天蝎的成分也在里面，所以如果说我们之前提到收尸人是宝瓶加处女加天蝎的话，那它可能就是双鱼为主，然后加上了宝瓶跟天蝎的成分在里面的一部片。哇，就如果说用医疗占星学的符码来说，双鱼它管的就是脚，然后宝瓶管的是腿，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连接。原来双鱼管的就是脚。对啊，小美人其实也就是脚啊。而且其实在这个电影里面，我真的发现，哇塞，这个医院的好多地方我都没去过。对，还有那个地下好像18层地狱的感觉。那都是天蝎在管的，所以的确天蝎的符码也很多。那我们第一个就来讲杨佑宁这个角色所饰演的郑子翰。首先有一个很有趣的符码，就是他是作文比赛。他文笔非常厉害，然后而且他会耍嘴皮子，对，他很会讲一些好听的话。那会讲好听的话的星座不少啦，那当然就是双子是第一个嘛，因为大家会想到就是双子就是讲话机智，然后会对灵巧逗你开心，而且写作也是双子在管的。OK， 好，然后再来你会看到说，他在剧中他会有对于情感这样，男人色字头上一把刀，天蝎的这个部分其实跟色欲或者是金牛这个色欲，但是因为他大胆的吃了，所以其实我金牛就比较不会去考虑它。那你的意思是说，天蝎是有色就吃，但是金牛是有色无胆？没有，其实天蝎跟金牛的差别是在于，天蝎他会确认 OK 之后他就吃，金牛是确认 OK 之后还不见得敢吃。金牛怎么了？好 ，Anyway， 他总是觉得我要为了他做更好的生活而做这种事，又会让我觉得somehow好像有点双鱼的感觉在里面。所以在郑子翰这个角色里面，我们有3个线索，第一个是双子座，然后另外一个是天蝎座，跟性欲有关的，对，然后跟双鱼座，对，大爱，爱人。然后牺牲，主要是牺牲啦，因为我在双语里面看到是爱跟牺牲的这个印象。除了这些之外，你还看到了什么？不管说是赌博啦，或者是说写作，或者是说谎。我们后面关于那个健康检查，他做了一些动作，即便他是为爱牺牲，他想要让桂纶镁过更好的生活，但其实你都会发现他用的是一种投机取巧的方式。投机取巧的，我觉得他很笨。
他这种男人千万不要交。聪明反被聪明误，其实他也不坏，不管是灵巧爱讲话，或者是说喜欢投机取巧，然后或者是说他写作是很擅长的，或者说甚至他也是可以跳舞的所以你就会发现说他其实跟四肢的协调也会很有关系。所以这样综合起来的话，其实我会觉得双子座的能量是比较强的。在郑子翰这个角色里面，其实我看见他也有一些天秤座的特质因为他就是他你看他的形象从头到尾都是头发梳得很好，然后穿得很得体，那是不是也有一点这样子的感觉？其实你要说就是把形象打造得很好，双子座它本身也是管传播那只是说可能如果说是以界定天秤来说的话，它会有更多的优雅。那如果优雅的话，他不见得会去赌博，或者是说，他不见得会想要去做这些事情嘛。对啊，你看他跟他的好朋友约翰的互动，你会觉得说，他就是很灵巧，对，就是一个很双子典型的感觉能量的人。好，答案揭晓，那个郑子翰他是双子座，国中也得过作文比赛冠军。舞蹈跟作文有关系吗？我们都是冠军。骆师傅觉得钱玉莹有几种面向的星座特质？有，我觉得他的分析上面来说，就是会比郑子翰更多一些的考量大家请笔记。没有，首先是你会发现他就是一个伶牙俐齿的人，他会很注重口条跟沟通，还有跟人家的沟通关系，所以我就会把几个口条很强的星座会先挑出来。双子一定会有嘛，再来处女，因为也是同样水星掌管，再来天秤，再来是宝瓶。对，其实这几个都是很犀利，而且就是会直接跟你一针见血，或跟你直接讲。天蝎本来有，但是因为天蝎它可能会更内敛，或者是更多的权谋，但是在这部片里面你会看到桂纶镁是要，对，那本来也会有白羊的考量，可是白羊毕竟他就是攻击力很高，而且就直线前进。你会看到桂纶镁在戏中的表现是一下可以跟你塞奶一下，然后一下又可以跟你疾言吝啬的跟你拼到死这样子。我觉得他好聪明。对，那所以其实后来我也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下好一下不好，我又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双鱼的感觉。因为双鱼其实你不要看它是很柔弱，然后是琼瑶走出来的星座大家都是这样想。可是其实双鱼是12星座里面最好的演员，所以他可以演得很好，他一下可以跟你演是然后一下子又可以马上搬起脸来，又是跟跳舞有关。跳舞其实它是一个手脚协调的活动，对，所以然后又要优雅漂亮，所以其实我又会觉得又有点像双子，又有点像天秤，也又有点像双鱼。对，因为毕竟双鱼管的是艺术。双子、天秤、双鱼，对，好，这是你归纳出来的初步的3个星座，对不对？对，好，桂纶镁的性格它其实是反复无常的，让你联想到什么样的星座？其实反复无常的星座的话，有没有在这3个里面？我觉得双子跟双鱼其实都会，然后其实你要讲天秤，它也可以，为什么？只是他们是不同的反复无常。双子的反复无常，其实它会是那个捉弄你，或者是说我就是这样子。我告诉你，我就是这样子不变动的人，我就是一下这样，就是一下这样子，我就是这样子的状态。我现在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你现在讲的这个都是一对的耶，双子、双鱼、天秤也是平衡耶。哇，很有趣。然后而且就是天秤，因为天秤他就是一个公关高手，所以他一定要取得双方的平衡，所以他会一直调整他的能量的高低。我这时候该强硬还是该软弱？只是说我们一般看到的天秤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天秤其实他的守护星是金星维纳斯之外，其实雅典娜是他的守护星。雅典娜是智慧女神，也是战争女神，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12星宫里面会选天秤座这个大家觉得最以和为贵的星座去站在白羊座的正对面。所以一个是战神阿瑞斯，一个是雅典娜战争女神。
所以这两个是对，所以其实一般人我们印象中天秤座它的守护星是金星以外，其实小行星的智神星也是在守护着天秤座。所以其实天秤座大家会觉得说，哦，平常是很优雅，然后尽量以和为贵的。可是当你跟天秤座在敌对的时候，它就会展现出那种我用理智去战胜你的那种，我要跟你拼到底的就对了。对，因为毕竟它是开创星座，所谓的开创星座就是它一定要有一点开拓的力气。天秤座它也可以为了所谓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就是他会跟你拼，对，但是它的差别是白羊它是直接跟你硬碰硬，但是天秤它多了一些，就是除了我们之前讲的以和为贵以外，它会据理力争，但是它不会去做粗鲁的行为。据理力争这件事情，我觉得天秤座会哦。对，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面，很多其他的一些彩蛋性的角色，我觉得也都还蛮天秤的。因为其实天秤它是还蛮社会化的一个星座，所以其实当我们越社会化的时候，我们就会注重人与人的关系，尤其是在电影里面很多是1对1的关系，这更是天秤座在管的。好，然后双鱼的话，则是他会因为他的情绪或者是他的感觉而去做出情绪上面的起伏，因为像海浪一样的，然后他也会因为环境的关系而去变色。但是相形之下，如果真的要看这3个星座的话，在剧中桂纶镁的表现，你会感觉到他是有更多的锋利在里面，他比较少戏谑，他也比较少情绪化的这个东西。其实他的情绪被包裹在他的理智跟他的战力之后，所以你会看到他是一个女力的一个象征能力的那个能量的展现。所以其实再加上他就是又是艺术这方面，然后又是舞蹈，答案呼之欲出。所以你觉得呼之欲出是哪一个？天蝎座，你不要再天蝎了。对，天秤座，对，我会觉得天秤座这个角色是还蛮符合桂纶镁，尤其你看他抓到他跟女生的关系之后，他并没有离婚。其实，在12星座里面，如果是要断绝关系，其实对天秤座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你不告诉我，你下班我跟你回家，你上床，我上你的床，真的有病。所以说钱玉莹跟那个郑子翰这2个的角色的结合是属于天秤座跟双子座的结合。现实上，这样的组合您觉得好不好？如果以单就太阳星座来说的话，其实他们会有很多的言语上面的沟通理解，然后你就会觉得他们的关系是轻盈流畅。那可能你会觉得他们的激情可能没有那么清楚，但是原则上因为是风元素，所以算是蛮同步的一个组合。因为其实，在看这个节目里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有关于那个星座爱好者啊，你知道吗？所以不晓得你是女天秤，男双子吗？这个电影可以去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样子？对，搞不好可以给我们多一点意见，因为其实我们真的也就是从这些符码能量去探索一些星座很有趣的事情。对，这是一个做的非常精良的一部制作哦。对，不管是演员以及彩蛋们，其实他们的表现都会让你觉得哇，真的是风华尽出了。水准，演员的水准、素质整齐，拍摄的手法都是非常整齐的，我觉得非常推荐大家。而且因为导演他的运镜，他会非常 close up 到演员的脸，甚至是脸不完，就是脸的一部分可能有点卡到就是脖子以上，所以就是非常考验演员他的脸部的细节的动作。而且我觉得就是在那个杨丽英，对不对？是，对他在整个就是请他的王组长进去找简体的那个表情变化那一段，我觉得很厉害，那一段很厉害到底。大家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千万要仔细的去看看那个杨丽颖的演技，她真的是了不起。那下次呢，我们终于要讲消失的情人节了哈。